台湾媒体称，解放军的无人机首次飞过金门，有第一就有第二。那么，它距离我军的无人机穿越台湾本岛飞行还远吗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傅先少。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，为了反制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，解放军将在台岛周边开展一系列的联合军事行动。8月3日深夜，一架解放军的无人机飞过金门及北定地区，这是金门首度出现解放军的无人机进入的状况。金门、北定地区昨日晚间均发现不明飞行器掠过上空，经对比研判，应为无人机。该部门声称，依标准作业程序，射击了信号弹，以示警驱离，并保持战备警戒，及实施了隐掩蔽作为。要注意，此次解放军军演意味着大陆过去基于9·2共识所达成的默契及遵守的一些规则全部被打破了，其中就包括所谓的台海中线。演习范围进入了台湾岛的所谓领空和领海，甚至实施对台军事封锁等等。但是还有一项反制手段，过去常被提及，但是仍未被采纳的，那就是出动军机穿岛飞行。台湾地区的军机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还经常窜入中国大陆纵深，但是解放军的军机只对金门岛等外岛进行过空中侦察，还没有飞入过台湾本岛上空。现在由于两岸处于内战未结束状态，此次金门无人机穿越事件非常有可能成为未来一种新的施压方式。未来不能排除出动无人机飞越台湾岛上空的可能性。那么无人机穿岛飞行都会采用些什么样的平台呢？第一，民用无人机。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民用无人机产业最发达的国家，我们生产的民用无人机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80%多的份额。目前，民用无人机在中国大陆已经广泛使用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大概在200万架左右。那么，台湾地区包括外岛、离岛等等，都是中国的领海领空。我们现在有必要对这些区域掌握精细的地图情报，为未来两岸统一之后台湾岛的开发建设提供相应的资料。那么，民用无人机过去是为了帮助台湾地区未来发展建设的，比如架桥修路等等。第二可以派遣一些军用的小型无人机过去，对相关的军事设施进行侦察。我不一定打你，但是我要看你。这个看，过去我们用的更多的是卫星，军用的金蝉卫星，但是卫星离的距离太远，探测精度还是受到一定限制。如果派军用的无人机过去，那么很多目标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当然，小型无人机在台湾岛上的留空时间可能不够，而且飞过去的时间也比较长，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是低小慢的目标。我们也可以派出无侦8这种高空高速的无人侦察机，快速穿越台湾岛，对一些相关的军事设施进行快速侦测。有必要的话，还可以派出隐身的无人机进行穿岛飞行。早在2017年，我空军发言人就宣布，人民空军已经开始环绕台湾岛进行战备巡航。深绿的台湾自由时报称，台湾的一些网民评论说，大陆军机只敢绕岛，完全不敢穿越。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经指出，能绕就能穿。在必要的情况下，解放军的战机，当然这个战机包括有人驾驶的和无人驾驶的，真有可能会从绕岛巡航变成穿岛巡航。台湾岛原本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它的领海领空就是中国的领海领空，所以解放军的无人机先行穿岛飞行是完全合理合法的。那么一旦有事儿，再出动战机穿岛飞行，这将是震慑台独的又一有力手段。该出手时就出手，现在已经到了给台独分子一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了。
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